拨开它的瞬间，有一种声音，很轻，像是什么东西的壳裂开了，汁液漫出来，沿着指缝往下流，黏的、温热的，带着一种只有岭南才有的甜。我把它放进嘴里，闭上眼睛。那个甜，不像宫里任何一样东西，不是蜜，不是糖，不是用金碗装起来的果浆，它是活的，带着泥土的气息，带着某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的风。我想过，那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？他们种荔枝，每年等那棵树结果，等果子从青转红，等果皮撑到快要裂开的那一刻，才小心地剪下来。他们大概没有想过，这颗果子最后会在哪里被人剥开，而我也不知道，在我有下这一口的时候，南边的驿道上有多少匹马已经倒下了。岭南到长安5000里，从荔枝树上摘下来到送进我手里，不能超过7天。7天，我那时候不太懂什么叫7天跑完5000里。后来我懂了，那是一条马的尸体铺成的路，是一族不敢睡觉的眼睛，是沿途每一个听到马蹄声就要让路的百姓，站在路边，头也不敢抬，等那个声音远去。他们不知道那匹马在运什么，只知道让路，只知道快，只知道那个声音如果停下来，不知道谁要掉脑袋。而我只知道荔枝很甜。我不是不心疼，只是没有人告诉我那些事，没有人对贵妃说，娘娘，为了您这颗荔枝，昨夜有一个异族在华州的官道上从马背上掉下去，再没有起来。没有人说，宫里没有人说这种话。你问我为什么不去问，我问过一次。那个宫女跪在地上，脸色白了半截，说，奴婢不知道。我看着她，知道她知道，也知道她不敢说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不再问了。有些事你知道了，只是多一份重量压在心里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刚入宫那些年，还是寿王的妃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觉得新奇。宫里的灯和外面的灯不一样，外面的灯是油，是蜡，是一点点省下来的光。宫里的灯是整片整片的，走廊点到天亮，庭院点到天亮，所有的黑暗都被赶走了，像是黑夜不准靠近这里。我那时候以为这就是命运对我好的方式，后来我才知道，灯点得越亮的地方，越看不清外面的样子。你坐在光里太久，就忘了光以外还有什么。我在光里坐了很多年，很多个夜晚，我坐在梳妆台前，看着铜镜里的脸，想不起来外面的天是什么颜色的。宫墙很高，不是为了把外面的人挡在外头，是把里面的人挡在里面。李隆基爱我，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他爱我的方式是让整个世界围着我转。荔枝从岭南来，节骨从西域来，霓裳羽衣曲，是他一个人在月光下写给我的。我记得那个夜晚，他在廊下打鼓，我在帘子后面听。秋天，廊外的梧桐叶已经黄了一半，风吹过来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凉。那个鼓声很奇怪，像是在呼唤什么，又像是在告别什么。我不懂音律，但我听得出来，
那首曲子里有一种孤独，帝王的孤独，是那种坐拥四海却没有人真正靠近的孤独，是那种什么都给得出去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孤独。我以为我靠近了他，或许我真的靠近了，只是靠近了一个人，不代表你能靠近他的命运。命运这种东西，是他的，就只是他的，你能做的，顶多是站在旁边，看着。天宝年间的长安，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。灯会的夜晚，朱雀大街从南到北，灯笼连着灯笼，人挨着人，笑声叠着笑声，整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、发光的、喧嚣的梦。从兴庆宫的高楼往下看，看不见尽头，只看见光，满街的光，往远处的黑暗里一直延伸过去。那个时候的大唐，像一颗刚刚剥开的荔枝，饱满、透亮，甜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可是有谁知道呢？荔枝摘下来之后，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，盛世也是。我不知道那个梦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坏掉的。安禄山的名字，最早只是宴席上的一个笑话。那个胡人跳起舞来，整个人都在抖，逗得满桌子人都笑了，连我也笑了。他会说话，会看人脸色，会在李隆基高兴的时候更高兴，会在我需要人捧场的时候第一个鼓掌。我没有喜欢过他，但我也没有在意过他，就像你不会在意一棵树上某一根你不认识的枝丫，直到那根枝丫断下来，砸在你身上。没有人笑得出声音的那一天，是天宝14年冬天。出长安的路上，我没有回头看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我知道如果回头，我会看见那座城市在晨雾里，还是那么大，还是那么安静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我知道它已经不是了。一座城市可以看起来一样，但如果里面的人变了，方向变了，那座城就已经是另一个地方了。马蹄声很急，队伍很又很沉默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马蹄踩在石板路上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一下一下，往西，往远离长安的方向去。我在轿辇里坐着，手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，这辈子享用过最好的东西，到了这一刻都不在了。荔枝不在，霓裳不在，那首鼓声不在，那片灯火也不在，剩下的只有这条路，河路尽头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。马嵬驿那个早晨，天还没有全亮，有一种灰，是黎明前独有的那种灰，不是夜，也还不是白天，像是世界还没有决定好今天要成为什么样子。我听见外面的声音，知道那些声音是什么意思。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盖不住那种紧绷。有人哭，很远，又很近。我在屋子里，没有动。我不知道在那一刻，我在想什么，或者说，我什么都想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。我想起那颗荔枝，想起枝叶沿着指缝流下去的感觉，想起那个甜，那个热，那个来自很远的地方的风。我想，那些马是为了这个倒下的。我想，那些人也是。我没有怪谁，真的没有，只是觉得甜这种东西
代价太大了。我后来有没有怪过他？其实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那个早晨的事，史书写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写清楚。只有一件事是真的，从那年之后，李楠送来的荔枝，再也没有人规定要几天到长安了。那条驿道还在，马蹄声却换了方向。世界上有些甜，你只有在失去之后，才明白它叫什么名字。有时候我想，在那个早晨，到底有没有后悔过？那颗荔枝，还是后悔的？是别的什么？是某一个当时没有说出口的字。不过那是另一个夜晚的事了。如果你今晚刚好也尝到了什么好的东西，记得好好尝一口，别太快咽下去。喜欢今晚的故事，记得留下来。明天我还有一个故事，等着说给你听。